身心有光，灵魂有福。欢迎来到真源频道，心灵共享聊天室。今天我们的主题可以说是灵界的热门话题，经常让人傻傻分不清楚，那就是乩童和通灵。灵乩到底有什么不同？听起来像玩另一版的脑筋急转弯，对吧？没关系，今天请来的来宾可是灵界达人，咱们的阿福，欢迎。大家好，我是阿福。虽然我没有当过乩童，也没有当过灵乩，但我研究他们多年，今天保证让你们不再傻傻分不清。说真的，这话题比吃面该不该咬断还让人纠结灵异不恐怖，只要多了解，生活就会变快乐。好了，阿福先帮我们破题，什么是乩童？好的，简单来说，乩童就是神明的人间分身。当神明需要跟凡人沟通时，就会选择乩童来当工具人。乩童通常透过乩身，也就是神明附身，来传达神的指示，比如写字、画符，甚至解答问题。哦，原来如此。等一下，工具人听起来好可怜乩童自己愿意吗？哈哈，这就有趣了。有些人是天命注定，从小就被神明挑上。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某些因缘际会才会被选为乩童。当然也有硬着头皮接下来的，因为拒绝可能会遭到一些灵界小小震撼教育。听起来像是你拒绝老板的加班要求，结果被扣了绩效分。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不过这份工作是灵性层面的，报酬可能不是物质，而是心灵的成长或某种使命感的满足，也可能是福报阴德之类的回馈哦。那乩童在工作时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像电影里那样全身发光，或者突然就使出特异功能呢？哈哈，全身发光可能是灯光效果吧。其实乩童在起乩时，有些人表现得很安静只是默默的写字或画符。但是也有些乩童会有很明显的肢体动作，比如舞动、喊话，甚至模仿神明的神态和语气。这些表现都跟神明的特性和乩童的身心状态有关哦。哦，听起来像灵界版的即兴演出。是的，有点类似。不过这可不是演技哦，因为乩童的每个动作和说话，往往都有其深层的意义。比如一个乩童可能会用非常古老的方式来写字，这是因为神明的背景可能来自某个古老时代。甚至有些乩童能突然说出一种他从未学过的语言，这就更神奇了吧？那乩童如果想要请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有点妙。乩童的请假不是说不想做就能停下来，因为这份工作是天命真正需要休息的时候他们得跟神明请示说明自己需要调养身心那有时候神明会暂时换人或者让乩童进行短期的一个进修。感觉乩童真的是全天候灵界客服，还要配合灵界的排班表是不过乩童的内心通常充满了使命感，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只是工作更是与神明的一种深度的合作能帮助信众来解决问题对乩童来说也是一种成就最后一个问题，乩童是每个人都能当吗？这可不是自由报名的职位乩童必须被神明挑选而且需要具有特殊的体质和灵性的一个潜质。那更重要的是，他们得愿意接受这份天命神明不会勉强人，但如果你答应了，却又中途放弃，那么麻烦可能不小因为这是对神明和灵界的一个承诺。我还是觉得当乩童太不容易了。不过听完你这些解释，我对乩童多了一分尊敬。没错乩童承担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运，
还有一部分呢，灵界与人界之间的一个沟通责任，他们真的值得我们多一些了解和敬意的。诶，那通灵呢？这词一听就很高级，像是灵界里的贵族。也可以这么说，通灵呢比较像灵界翻译官，他们的身体呢不会被附身而是用自己的意识呢接收灵界的讯息来举个例子有些通灵者可以用心灵感应与灵界交流就像脑海里开了一个灵性的电视台哦。灵性电视台，那是不是还分频道？比如财运频道或是姻缘综艺节目呢？差不多。每个通灵者的能力范围不同有些人呢擅长跟亡灵沟通有些人专注于解读这个能量场那有些人呢可以感知未来的一个片段这些都像是灵界的一个频道只是要转到正确的台才能收到清晰的讯息诶，那他们会不会收到灵界的错频讯号？比如哆啦 A 梦来电，哈哈。有可能哦。通灵者需要非常的一个专注并且具备一定的一个辨别能力才能够确认讯息的来源就像你收听电台如果这个讯号不好可能会听到杂音甚至错误的一个内容有些不够专业的一个通灵者甚至可能误解讯息导致给人错误的一个建议哦。听起来压力很大哎。万一翻译错了，灵界会不会投诉啊？是的灵界的客诉还真不是开玩笑的。有些通灵者如果误传重要讯息灵界可能会用梦境或其他方式提醒他们甚至可能中断他们的通灵能力直到他们能重新调整状态那通灵听起来比较自由，但会不会也很累啊？当然累尤其是在处理灵界与现实间的矛盾时通灵者需要很强的心理素质他们经常要帮助那些带着疑问或心结的一个信众解决问题，而灵界传来的讯息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需要他们花时间解码如果碰上不理解他们工作的人呢还可能被质疑是在装神弄鬼天哪！那通灵者有没有什么职业伤害呢？有比如呢情绪的一个浩劫他们在传递讯息的过程中不仅要保持一个专注还得稳定自己的情绪避免呢受到负面能量的影响另外呢长时间进入灵性状态可能会让他们的身心疲惫需要呢定期静心或疗愈来恢复元气而且呢必须保持中立不能加入自己的意见这才是通灵最难的地方那他们是靠什么维持工作的？通灵者通常会建立自己的能量场比如冥想仪式或使用某些能量工具来保护自己。他们的工作有点像能量翻译师既要跟灵界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也要兼顾现实中的需求有些人呢会接受特别训练，学习如何清理自己和环境的能量场避免呢被不好的灵界讯息影响那如果我突然想当通灵者，可以直接开始吗？问得好不是人人都能当通灵者因为这需要天生的灵性敏感度和后天的修行一些人可能因为特定的灵性经验而开启通灵能力比如呢经历重大事件、灵魂觉醒或者呢透过长时间的冥想和训练来激发自己的灵性天赋另外呢有一种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灵动指数高的人透过连结高我仪式也能开启这种能力而且呢通灵者还需要非常强的心理素质因为他们的工作不仅是接收讯息更是为人解惑，这对心灵和智慧都有很高的要求那通灵者的生活会不会很神秘，像是整天跟灵界朋友喝下午茶呢？他们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通灵者大多过着平凡的生活，只
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启用这项能力他们呢可能是你的邻居朋友甚至是公司同事只是你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一个灵性副业原来如此，感觉他们像是灵界与人界间的桥梁，真的是很了不起。是啊，通灵者的工作本质是帮助人们与灵性世界连结带来启发或解答人生的困惑所以通灵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责任那灵机又是什么呢？听起来像是乩童和通灵的升级版。可以这么说，灵机其实是一种综合角色，他们既有乩童的能力也能像通灵者一样接收讯息，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乩童。举例来说呢，灵机既能在神明需要时充当媒介也能运用自己的灵性感知解读更复杂的灵界讯息这让他们在处理问题时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那万一灵机自己判断错误，不是很危险吗？是啊，所以灵机需要非常强的辨别能力他们得像一名法官能够分析讯息的来源判断哪些是真正来自灵界的重要指示哪些只是灵界的背景噪音如果他们判断失误可能导致误解甚至不必要的恐慌。那他们靠什么提升自己的判断力？是靠多看灵界新闻联播吗？这倒不是他们靠的是修行、静心以及对灵界和人界规则的深刻理解很多灵机都会定期进行灵性清理比如冥想、净化仪式甚至学习哲学或心理学来增强自己的智慧和灵性稳定性这就像一位厨师要不断的磨练刀工灵机呢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灵性工具锋利而准确那灵机是不是特别辛苦？听起来比乩童和通灵者的压力都大呢。的确他们的负担不小一方面呢，他们需要同时处理神明的托付和灵界的要求另一方面呢，他们还要协助信众解决现实问题有时候这些任务会让灵机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正因为他们具备的全能特质很多人会在无助时第一时间想到灵机。听起来他们不仅是灵界的全能选手，也是人界的万能服务站呢。这个比喻不错。灵机的角色确实很像服务站，他们的使命不仅是传递讯息还要在灵界与人界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两边的沟通更顺畅他们需要处理的事情千奇百怪比如有些人会请灵机帮忙找到失误或是解答梦境中的预兆甚至协助解决灵异事件那灵机会不会觉得自己是个灵界便利贴谁有需要就随时喊？这也是灵机的矛盾之处他们的能力来自修行和天赋但同时也会让他们成为焦点有些灵机会觉得自己的时间被不断的分割但这也是他们使命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学会平衡既要协助他人，也要照顾好自己的内在。毕竟如果灵机的能量场出问题，灵界的讯息也可能失真。那灵机是不是也得学会说不？完全正确灵机并不是无所不能他们也有自己的极限。所以一个好的灵机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时间和能量避免因为过度承担而导致身心俱疲说不不仅是保护自己也是一种对灵界和人界负责的态度。哇哦，灵机的世界真是丰富又复杂，感觉他们像是灵界和人界的外交官是的他们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又充满意义的角色灵机的存在让我们看到灵界与人界之间有多么的紧密的连结也提醒我们要对灵性世界保有敬畏和感恩之心。说到这里，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分享？听起来灵界也挺有喜感的。当然有灵界的故事其实比人间还精彩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场景比如有一次
一位乩童啊，在神明附身后啊，开始用非常奇怪的笔迹写字啊，大家都看不懂啊。后来啊，才发现神明可能用了上古文字系统结果啊，现场啊一阵手足无措最后啊，还得请钻研甲骨文的语言学者啊来解读。这简直就是灵界考古学，神明这么高冷，是不是有点脱离时代了？也不是的神明啊，有时候啊就是这么任性他们啊可能觉得用自己的母语表达更自然没考虑到我们凡人的理解能力还有一次啊，一位通灵者接收到灵界讯息说某人家中啊要小心漏水结果那个人根本住在沙漠里搞得大家一头雾水后来啊，才发现灵界搞错了地点真正要注意漏水的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哇，这也太像人间界的快递搞丢包裹了，灵界也会犯这种低级的错误。是啊，这让我们知道灵界虽然神秘，但也不是完美无缺灵界的讯息传递有时候会受干扰，比如通灵者的接收频率没有调准或者灵界自己手滑。有些灵机还会遇到灵界里的顽童来捣乱，比如突然传递一些毫无意义的讯息结果害得乩童满头大汗的跟信众解释半天。那有没有灵界的乌龙神？就像那种特别喜欢搞笑或者出错的神明？还真有有些神明非常幽默，他们可能会用一些俏皮的方式来传递讯息举个例子，有一回一位乩童收到神明的指示，要帮一位信众解决家庭问题结果神明写了一句多喝水少生气，当场所有人都愣住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很深的寓意提醒那位信众用包容的态度来面对家人。这不就是灵界版的心灵鸡汤吗？神明也这么接地气，可不是吗神明有时候的确很接地气，甚至有点逗趣有位通灵者曾经收到讯息说，你家厨房的盐罐子要换了，里面藏着不好的能量。结果通灵者回家一看，真的发现盐罐子底部发霉了。这种小事也在神明的关注范围内让人哭笑不得。灵界这么热闹，会不会有人因此害怕接触？有些人确实会觉得灵界太不可捉摸不敢轻易的接触但其实灵界也是有分层次的并不是所有灵界的存在都这么有趣很多高层次的灵性存在反而非常的严肃专注只是偶尔会用轻松的方式来提醒我们，生活中不必太过紧张。那有没有灵界的职业倦怠现象呢？比如说灵界工作人员累了，干脆就罢工。这倒没有听说过但有些灵界的存在确实会失联一段时间可能是去进行更高层次的修行或者任务有一位灵机曾经抱怨平常总能准时收到某位神明的指示结果有一天突然什么讯息都没有让他慌了好几天后来才知道那位神明去开会了忘了通知他。哇，灵界还有会议制度我突然觉得灵界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人性化。的确灵界和我们的世界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它独特的规则无论是搞笑的趣闻还是令人深思的经历，都提醒我们灵界并非那么高高在上反而是一个可以学习、尊重并适度亲近的世界。听完这些故事，我觉得灵界不仅充满智慧，也很有温度。看来接触灵界不仅是一种探索，也是一种生活上的乐趣。没错只要保持尊敬的心态灵界其实是一个很迷人又富有启发性的领域。那么一般人怎么知道自己是乩童、通灵者还是灵机呢？会不会有什么灵界职业测验？比如你填几道选择题，最后告诉你你适合当哪一种？灵界虽然没有这种测验但每种角色的定位和特质其实都很清楚乩童通常是被神明选中的，带着明确的使命。他们的能力通常不是自己努力修来的，而是被指派。就像你突然收到录取通知书，上面写着神明分身专业。而通灵者呢，则可能因为天生的敏感度，
或是后天的灵性修行，逐步开启通灵能力。他们像是灵界的自由职业者，能够选择与哪些灵界存有交流。至于灵机，那是灵界中的全能型选手，需要具备深厚的灵性基础。通常是修行多年后自然达成的一种综合状态。感觉像是乩童是被动派，通灵者是主动派，灵机则是进阶版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乩童的特点是能力来得快，但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他们通常得无条件的接受神明的指派。那通灵者呢，则比较自由，但自由的背后也意味着需要更高的辨别能力。不然容易被错误讯息误导。那灵机呢，则是两者兼具，但挑战更大，因为他们不仅需要处理灵界的事物还要能够平衡自身与现实生活的需求。听起来这3种角色的灵性需求都很高。那如果有人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灵异体质，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最重要的是先保持冷静，不要急着去验证什么灵异能力。很多人以为自己看到什么感受到什么就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结果往往是过度敏感造成的误判。有些人是因为压力太大或是身体状况不佳才会出现幻觉或敏感现象。那怎么确认自己是真的灵性体质，而不是单纯脑补过头呢？最基本的判断方法是你有没有持续性的稳定的灵界体验。比如说乩童通常会有神明附身的现象而且神明的出现往往带着特定的目的通灵者呢，则是能够清晰的接收到灵界讯息甚至帮助他人解答疑惑那灵机呢，更需要有能力解决复杂的灵性问题并且能从中呢领悟灵性的深意那如果真的确认了呢？比如发现自己天生能感应灵界，那是不是应该立刻开始灵性职业？这时候千万不要操之过急灵性能力不是你能用了就用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驾驭的你需要花时间学习灵界的规则理解这些能力对自己和他人可能带来的影响尤其是乩童如果你是被选中的还需要特别谨慎的接受培训不然可能因为无知而犯错。听起来灵性职业也像是高风险投资，得先打好基础才能稳定收益没错对灵界的了解和自身的稳定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就不要随便尝试开启这些能力有些人呢，为了好奇去参加一些快速开启灵性能力的课程结果搞得自己精神不稳甚至被低频的灵界干扰那可就得不偿失了那如果真的想要学习，有没有什么灵性入门的课程推荐？学习的方式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老师或指导者，最好是有经验且能够尊重灵性法则的人此外还要学会静坐冥想培养稳定的心境不要急于求成而是用开放且谦虚的心态一步步来最重要的其实是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性格特质才能更好的接触灵界看来灵性修行和健身一样，不是1天2天就能看到成果的，还得先打稳肌肉基础。没错灵性世界虽然迷人，但它对我们的要求也很高。真正有能力的人往往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和自我修炼才有资格承担起这份职责所以无论是乩童、通灵者还是灵机都不是一朝一夕能成的而是一条需要耐心和坚持的道路。好，笔记做好了，看来我得多做点静坐练习，准备好面对灵界的入学考试了。最后一个问题，灵性角色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启发？其实无论是乩童、通灵还是灵机，他们的核心都是以灵性连结。他们提醒我们要懂得倾听内在的声音学会分辨真假并且用善良的心面对生活中的挑战。简单来说，这不就是多吃点饭，少操点心，还要学会跟自己和解？你可以这么理解
其实啊，灵性不仅仅存在于那些特别的灵性角色中它也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比如啊，当你感到迷茫时啊，灵性提醒我们静下心来问问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当面对挫折时啊，它教我们如何从逆境中找到成长的契机而在与人相处时啊，灵性更是告诉我们要以同理心与人相待找到内在与外在的平衡灵性角色之所以能引起共鸣是因为他们象征着一种纯粹的连结一种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拥有却常常忽略的内在力量。他们的经历提醒我们，人生中的每一步其实都有更深层的意义只要我们愿意去感受和理解听起来像是在说，每个人其实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灵性乩童，是吗？没错灵性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东西，它本质上呢，是我们与内心的对话，与天地之间的共鸣只要你愿意放慢脚步给自己一些空间就能找到那份属于你的灵性连结当然，多吃点饭，少操点心，保持健康的身心状态也是通往灵性成长的重要基石好的，今天的灵性三分天下就带到这里了。首先感谢阿福带来这么多有趣又实用的灵性分享。不管你是刚接触灵性话题，还是对乩童、通灵和灵乩有基础认识，都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你收获满满，甚至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我们谈到的不仅仅是灵性角色，更是灵性如何融入生活，如何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平静与内在的力量。这些角色和故事让我们意识到，无论灵性是否可见，它都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息息相关。或许你也会发现，灵性并不只是神秘莫测，它可以是真实的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接纳生活，甚至成为生命中困惑时的指引。是的，我们常常以为灵性是高高在上的东西实际上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内心深处希望这次的分享能让大家对灵性有新的理解与启发。你们也可以试着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做起比如停下脚步，感受自然的美，或者静心思考某件事的真实意义，这些都能帮助我们与灵性建立更深的连结如果你有任何灵界相关的故事，或者你在日常生活中有过特别的灵性经验，欢迎留言给我们，让我们一起交流探索。说不定你的故事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不管是充满奇幻色彩的经历，还是关于如何平衡内在生活的灵性小智慧，我们都非常期待你的分享。每个人的灵性体验都是独特和珍贵的，他们可以是一次深烈的思考，一场深刻的梦境，甚至是一句无意间听到的话语。只要你愿意打开心扉，就能发现属于你的灵性旅程。希望大家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灵性平衡，从内心深处感受到真正的平和与力量。对，灵性就是这么简单而真实。感谢所有收听今天节目的朋友，无论你是灵性话题的爱好者，还是对这些故事怀有好奇的听众，感谢你们一路陪伴与支持。未来我们还会带来更多有趣又深刻的主题，继续与大家一起探索灵性世界的奥秘。我是阿福，愿大家灵魂有福，充满智慧与温暖。谢谢大家，下次见哦。我是阿芝，我们下次见啦！记得多多留言互动，祝大家生活顺心，身心有光。牺牲的笔画，临界的回答，通灵的讯息，如梦境的喧哗，临界的
记桌下的转动，是神来的号召。铜铃的你按，灵魂听得刚刚好。灵机的沉默背后隐藏妙功，让我们聆听他们的心跳。击痛灵魂的茶，铜铃意念在燃烧，灵机融合的美妙，三支器具灵界在微笑。灵性的力量不只是奇幻，它是一份连接天地间的答案。不必害怕，也不必惊叹，每一次对话都在灵魂间闪烁灿烂。击痛铜铃，灵机三支共编的曲，灵界与凡间写下一段传奇。